第二季结尾，范闲赌命才让长公主请来的叶流云退走，但和明家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范闲此次下江南最大的任务是接掌内库，其次就是扳倒依附信仰长公主的明家。原因就是明家靠着10几年来的垄断销售已经富可敌国，庆国如今南方各地遭灾严重缺钱，朝廷急需大量的资金去赈灾和修复决堤的堤坝，而此时内库却拿不出足够的银两，反而亏空了2000万两。虽然范闲利用国债填补上了这个空子，但国库空虚并没有得到缓解，所以庆帝匆匆派范闲去江南搞钱了。范闲接掌内库是容易的，毕竟是皇帝亲自下旨违令者斩，但明家在江南根深蒂固，势力盘根错节，想要合法合理的扳倒他却是不容易的。纵使有些人是明家的敌人，但各方面总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谁也不想如今的格局发生太大的变动。所以范闲这个外来者如果直接动明家，很容易遭到江南所有家族的共同抵制。但谁让范闲有主角光环，有一堆爸爸了？这次庆帝给范闲是以什么身份下江南的呢？太学司业兼太常寺少卿兼内库运使司正使兼监察院提司兼巡抚江南路钦差大臣，头衔就能让你先跑39米再砍你。江南官场明面上无人敢动，瘸腿爸爸陈萍萍不仅安排了影子和黑旗对他的保护，还有监察院这10几年对江南的所有情报。离京时，严冰云就告知了范闲关于明家和崔家一些可以利用的秘密。长公主这些年执掌内库，主要是靠下面的明家和崔家来进行捞钱。内库3大工坊只负责生产高端产品，崔家和明家就如同现在的批发商，低价从厂家拿到垄断货源，然后再加价转手卖出去赚差价，销售后的红利会反哺内库。按理来说，此种经营模式本身应该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内库账面明明入不敷出，但明家老太君却愿出20万两白银，只为让范闲保留他们的代理权。原因就在于长公主和明崔两家用非正常的途径将这些货物拿出来倒卖。明家是把偷出来的货物运往港口城市东一城，用于海外走私，自己却又暗中组建了一群海盗拦截买家的商船。事后明家再偷偷卖掉这一船货物，而崔家则是负责和西部北齐走私，从中赚取暴利。与他们合作的正是北齐锦衣卫正副使沈仲。范闲和北齐的小皇帝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答应以更低的价格通商贸易，导致了崔家经营多年北齐贸易的路线被打断，就连在北齐的所有商铺也都被连根拔除，至此崔家倒台。我不知道为什么《庆余年2》里没有崔家，正是因为崔家的倒台，才为范闲下江南重整内库时重新竞标提供了一个缺口，让明家和其他江南家族不再是铁板一块，也让一群水寨盗匪盯上了范闲的13万两白银。盗匪头领夏大当家就是编剧在第2季预留给明家的伏笔。明家老爷子共娶1妻3妾，其中最宠爱老妻的母亲，所以明老爷子在临死前遗嘱上给他们母子留的财产最多，引起了大房的强烈不满。老爷子死后，明老太君便设计把老妻母子给杀了，让自己的长子明清达成为明家明面上的主人。谁知明七爷竟死里逃生，投了黑道，隐姓改名，混成了江南水寨首领夏西飞。但明家势大，他想要报仇，光靠一群水匪可做不到，他需要一大笔钱壮大自身，于是将脑筋动到了崔家倒台后空出的内库招标名额上。投标当日要上缴中标人报价金额的40%金额作为保证金，而我们的夏大当家没有这么多钱，所以最近在疯狂的抢钱。范闲知道除掉明家也会有另一个其他家，所以改变主意，不再是扳倒明家，而是给明家换个自己控制的掌舵人。夏西飞也希望通过范闲来击垮明清达母子报仇，而明家现有遗产有一份属于他，于是夏西飞的身份让他成为范闲的新一任江南代言人。人到了江南，就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在庆余年中，长公主虽然美貌天下第一，擅长玩阴谋，但不懂生产，也不懂企业管理。10几年前，庆国是靠内库收拢天下经营才发展壮大，可他接手后却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内库亏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点：一是3大坊内库官员们贪腐；2是海外贸易的折损严重，这是明家豢养的海盗动的手脚；3是对北齐的供货账目混乱。崔家家带私活以前无人敢查，不过现在已经被范闲干倒了。最后一个就是监察院本身开销太大，2处打探情报要钱，3处搞研发要钱，5处黑旗，6处刺客更是吸金的黑洞。出销渠道和海盗的问题，范闲已经在着手解决。如今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在10天后的内库招标前解决内库官员们的贪腐问题。叶青梅制定的内库管理十分的严格，所制作出的产品方子和材料都掌握在了内库上中下的3级司库官员身上。这些官员以前都是从叶家培训出来的，现在成了垄断致富的技术官僚。长公主在掌管内库的过程里，只要产量不下降，这些司库们的要求她就会尽量的去满足。有不知分寸的司库才会动用雷霆手段灭杀。于是这些年司库们都学会了闷声发大财。甲坊负责生产玻璃和瓷器等工艺品，昂贵的香水和蒸馏的烈酒，是内库收入最大的部门。乙坊则是负责大量生产棉布纱布，研究稻种，打造好钢，制造一些生活生产的物资，
丙坊负责生产船舶和先进军械，黑旗配备的轻巧连弩就是出产自这里。司库们就像是转运司的土皇帝，仗着技术对上阳奉阴违，对下压榨工人，欠了不少工人的薪水。年前工人们还曾经闹过一次事，死了2个人。范闲决定就从这件事入手，限他们3天的时间把以前欠的钱都补回去，还要附加利息。3大坊的主事司库就不乐意了，甲坊的萧主事是司库之首，站出来胡编乱造一通，并把脏水泼到工人身上。范闲杀鸡儆猴，把他给撤职后，另2个大坊的主事也坐不住了，威胁范闲要撤就一起撤了。范闲将这些主事所犯之事列了出来，把他们拖下去各打30大板。3大坊主事何时遭遇过如此对待？他们掌握着专利技术，决定了3大坊的产出，就连长公主对他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范闲真实目的并非单纯的镇压，他要借由这次的3日令将司库们区分开来，让他们以后互相制衡。200多名司库在3天里分成了3派，良心尚存的准备交回赃银重新做人，有些害怕范闲权势的开始暗中举报同僚，更多的是开始聚集在3大坊的主事府上。里面信仰长公主收买的人开始怂恿起司库对抗范闲，向他们保证朝廷最关注的是内库产出和利润，不是他们贪的这些小钱。渐渐的，那些司库开始抱成一团。在3日令的最后一天，内库有史以来的第一次3大坊罢工开始了。甲坊的萧主事找借口说炉子被昨晚的大雨浇灭了，无法开工。范闲却直接让手下把他咔嚓了，并向那些吓傻的司库们解释，自己今天斩他的罪名是挑动工人罢工闹事，并非贪污和扣饷。范闲随后下令将乙丙2坊的主事绑起来。主事觉得没有自己这群人的技术，内库撑不了几天。范闲也冷冷地嘲笑他们所倚仗的这些技术全都是叶家教的。随后请出了从京都带来内库的4位叶家老掌柜，问他还记得这些传授他们技术的人吗？乙坊主事终于明白范闲有恃无恐的原因了。叶家的老掌柜是叶青梅的第一批学生，是后面叶家所有帮工的师傅。这内库本就是他们一手建起来的，现在要打理内库又有何难？杀人立威在前，明差奸细于其中，加上叶家掌柜的回归，内库未来的生产基本上得到了保证。这一局虽然长公主没有出马，但还是2人暗中的隔空对局。对方早早知道范闲带着叶家掌柜下江南，故意不通知信阳心腹，逼得范闲要手段猛烈的杀人立威，并犯忌讳去动用叶家老掌柜。到时督察院御史们肯定会去参范闲一本。不过长公主的目光还是太局限，因为庆帝既然把叶家掌柜给了范闲，短时间内肯定是相信他的。长公主的阴谋反而会令庆帝生嫌。3大坊稳定后，范闲开始准备几天后的内库招标，这也是他扳倒明家计划的第一步。明家是长公主掌控内库的主要手段，也垄断了内库3大坊的销售指标。如果范闲想要掌权内库，明家这个庞然大物就必须要铲除。但明家是100年大族，内库成立之前就是江南名门，根基扎的极扎实，数万人的大族在朝中做官的就不知道有多少。而且明家这些年从内库吃了不少好处，年年往京都送着重礼，但就这样的大族族长却十分低调，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不在意钱财。瞧这虚伪劲儿，云淡风轻的。明家在民间的名声和声誉也很好，如果用雷霆手段对付，只怕江南路会一片大乱。老人家，明家都跟你们逼成这样了，你们就一点都不觉得冤吗？没有明家，大臣早就饿死。所以想合法合理整垮他，需要一点一滴蚕食。几天后的内库招标用的是明标明银，标银需要用真金白银或是朝廷认可的钱庄银票，必须在招标当日的一早送抵专门的会场，等招标结束后没中标的把钱拿回去，中标的冻结4成，拿回去6成。这是一笔明家也拿不出的巨款。资产多不代表现金流多，常规做法都是去找钱庄做个超短期抵押，没中标也就付个利息。范闲决定和明家展开金融战争，因为他有着2张无人知晓的底牌。什么国家信用啊、货币基础啊，我感觉这之间啊必须得有一个铺子调节平衡。我这是开万世之先河。内库招标当天，江南各大家族纷纷到场。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江南水寨统领夏西飞也参与了进来。江南家族原本等着看对方笑话，一个土匪头子怎么能跟他们这些100年世家相比？但招标开始后，却令他们惊掉了下巴。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土匪们竟然这么有钱。几个早就归于明家的标也被夏西飞抢占，这下明家不得不急眼了。如果他们丢失内库的代销权，长公主和2皇子那边都无法交代，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会落到什么下场不得而知。但夏西飞仿佛有无穷无尽的钱，明家在竞标过程中发现带来的钱不够了，于是决定拖延时间。第5标被明家拖到日落西山才定出最后结果，仍是夏西飞中了。明清达准备回家找明老太君商议明天剩余的几个标，可就在离去时，范闲却让夏西飞直接暴露身份，告诉明家明七爷回来夺取本属于自己的家产了。这下打了明家一个措手不及。明老太君也是狠人，派儿子向招商钱庄贷款来应付明天内库剩余竞拍的11个标，另一边又连夜联系上他所在的隐藏组织君山会，雇佣了一批江湖高手去刺杀夏西飞。夏西飞的手下水匪几乎全灭，
就连范闲派去保护他的监察院高手也死了大半。这是范闲接手监察院之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错误估算了明家这种百年世家背后的隐藏实力。如果不是海棠朵朵这个上九品高手及时赶到，包括夏曦飞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身死。第二天内库剩余11轮招标开始，夏曦飞直接披麻戴孝来参与。上午和岭南熊家、杭州陈家分别竞得1标，这3标明家并没有出手，他们把全部银钱都压在最后8个捆绑投标上，对这8个标志在必得。经过夏曦飞的哄抬，上午的4标被明家以512万两取得，下午的4标也被明家拿到，但是却是以1150万两的高价，合计1662万两白银，4成定金意味着明家要支付664.8万两银钱。急需银钱的明家就这样落入了范闲的圈套之中。下一集我们来看范闲如何打响庆国第一次金融战争，通过挤兑将明家这个庞然大物给拉下马。明家花血本拍下内库的8项招标，需要支付664.8万两银钱的巨款，巨到连明家都一下子拿不出来。因为资产多不代表手头资金多，所以只能用明家的各种资产抵押去借贷。其实原著中庆余年的世界早就有类似银行的钱庄，最大的钱庄是总部在东一城的太平钱庄，背后是四部件，也是明家一直合作的钱庄。但今年范闲的出现增加了明家的贷款风险，导致利息比往年高了许多。于是明家找到了另一家招商钱庄，他们提前还做过了背景调查。招商钱庄的总部也在东营，初始资金是前北齐锦衣卫指挥使沈仲的家财，他死后被仆人将这笔钱带到了东夷，投靠了个大家族开设起来的。众所周知，沈仲的死跟范闲脱不开关系，所以明家从来没有联想过招商钱庄和范闲有关。其实这家招商钱庄就是范闲开的，明家所查到的信息都是他让监察院放出去的。大家肯定会问，开钱庄需要大量的银两，范闲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呢？还有夏曦飞参与内库竞标的钱是哪来的？其实早在范闲出使北齐的时候，就和北齐小皇帝战豆豆达成了战略同盟，借钱给范闲开招商钱庄。战豆豆这个小皇帝虽然年轻，但多智近妖，他从牛栏街的事情就确认长公主想要杀死范闲。范闲回国和婉儿结婚后接管庆国内库，判断他和长公主的矛盾无法调和，在2年内经有几十个渠道平缓而不引人注意的把银两注入太平钱庄，中间不知道赚了多少万，这才将银两调到了江南。夏曦飞参与南庆内库竞标的钱竟然是来自北齐国库。为什么说战豆豆这个小皇帝不简单？南庆内库是天下最光彩夺目的金鸡，由于庆国看守的极严，各国没有办法窃取到工艺，偷又偷不到，打又打不过，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商人，参与到庆国内库产品的销售之中。战豆豆如此信任范闲，将国库资金交给他经营，一个是在于他是叶青梅的儿子，不可能满足于做个庆国的权臣，所以在北齐时候就对范闲进行拉拢，答应庆国能给他的一切，北齐全部都可以给他。就这样，范闲暗中掌控的招商钱庄收到明家资产抵押后，成为了明家最大的债主，就等多到一个临界点，范闲就能去讨债了。明家一旦还不起，那抵押的资产就是范闲的了。只不过明家这种百年大族，并不是只有这些现银支撑着他们自己家族的产业，这也是让明家保持屹立不倒的原因。范闲的计划是不断蚕食，一点点的将明家吞噬殆尽。他知道除掉明家也会有另一个其他家，所以决定让夏曦飞以明家老七的身份去接手明家，让他未来为范闲掌管内库销售。夏曦飞第一个要解决的是身份问题。范闲早就用监察院9处仿制出一份明老太爷的遗书，通过监察院收集诸多明家老太爷的情报，参考了他的字迹在做酒，在细节处可谓是十分的考究，普通人根本就无法看出这个遗书是造假的。而这封遗书也是范闲帮助夏曦飞夺回明家家产的关键。真正的遗书早就毁在了明老太君手里，但范闲并不在意明家是否相信，而是打算用舆论当成拖垮明家的武器。在庆余年中，范闲已经多次利用舆论的影响力成事，这遗书只要放在明家家产官司上，对于整个江南地区来讲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眼中，眼睛看到的证据就成为了他们评判的标准。不久，这件事已经被传到城中人尽皆知的地步，早该病死的明七公子突然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还是以人尽皆知的水匪首领身份，并在招标之后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商。一些人添油加醋，将整个事情传得越来越离谱。但无论事情如何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明家后人的身份。一旦身份被证实下来，那么明家的财产将会产生变动。夏曦飞在范闲的帮助下伪造了明老太爷遗书，状告明家老太君和长房家主明清达谋财害命夺家产。明家请来了江南地区最为臭名昭著的壮士陈伯常，在他打官司的生涯中，能够将黑的说成白的，可谓是巧舌如簧，上来就言辞犀利质疑夏曦飞身份，哪怕有遗书也不能证明他本人就是明七少。如果拿不出证据，就要反告夏曦飞诋毁明家的声誉以及玷污太君和老太爷之名。如何证明自己这个众人眼中的已死之人还活着？夏曦飞这个水匪头领当然做不到，但范闲却请来了一位手持金扇如身打扮的人帮他，开口就说出了一连串之前庆国的案件，
而这些案件都是在没有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让原告赢得官司的典型案例。这些案子被京中大理寺刑部作为参考，其中还有林若甫所断的一些案件，直接就将名家嚣张的气焰打压了下去。知州询问得知此人的名字后大吃一惊，因为他是京都乃至整个庆国最有名的宋氏宋氏人，从出道开始就让诸多的高官颜面无存，只要是他出马的案件，所辩护的一方必然是取胜而归。随后宋氏人请出了一个当年给明老太爷小妾接生的稳婆，很准确地说出了明老太爷的样貌、明家的地址、小妾当年的穿着和夏七飞出生后身上的胎记。当然这个接生婆和遗书一样是监察院精心伪造出来的，能够做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知州找到监察院以及几位善于查探物证真假的官员来鉴定遗书，判定遗书是真的。就这样夏七飞摇身一变成为了真正的明家七公子明金堂。就算夏七飞的明家身份被证实，不过能否继承家产依旧是困难重重。在庆国的法律中，对于家产继承这一块，长房长子具有绝对的优势。夏七飞就算是有着遗嘱，也依旧改变不了什么。但这次诉讼结果传开后，明家的声誉严重受损，失去了民心。为了博得民间同情，明老太君决定献祭明清达当替罪羊，然后再扶持小儿子上位做明家家主。我那几个亲兄弟就是一起死，也是您说了算。江南明家母子俩表面上母慈子孝，暗地里却杀机四伏。明老太君跟着长公主，明清达却跟着二皇子，已经有了杀母夺权的念头。想要夺权，还是要他死？想不想亲自动手？母子连心，最好不要。尽管明清达已将手伸向母亲的脖子，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犹豫，并非是他的孝心阻止了他的行动，而是还没到最后鱼死网破的一刻。如今明老太君想要让他下台，明清达抢先出手勒死老太君，并做成上吊自尽求解脱的模样。明老太君死后，明清达终于成为真正的明家之主，但这时的明家已经债台高筑，风雨飘摇。范闲也开始了下一步蚕食明家的计划，截断内库三大坊的供货和分化明家内部人员。他首先是用招商钱庄大力借钱给现金流断掉的明家，换取更多的资产抵押。内库三大坊出货量完成了明家当年标书上的份额后，开始用罢工的借口拖延不给明家货物，导致明家和东一城的合同无法如期交付，逼得他们只能从另几家内库皇商那里进货。熊家和孙家都在这一次的行情波动中赚了明家不少差价，这无疑让明家的流水雪上加霜。另一边，范闲找人教唆明清达的儿子开拓新商路，瞒着父亲从招商钱庄借钱做私盐买卖，就跟现在的诈骗一样。一开始当然是赚的，但当投入钱达到一定金额后，监察院来了个突击检查，缴获了所有私盐。到了这一步，范闲的计划开始收网。招商钱庄作为明家的债主，开始上门讨债。根据协议，钱庄如果愿意只收70%的欠款，就能逼得明家必须在5天之内把债务还清。明家一时间当然拿不出那么多钱，因此陷入了挤兑风波之中。和明家相关的钱庄都上明家逼债了。明清达狗急跳墙，说动了云之兰，带着徒弟吕思思去招商钱庄灭口，却不料在招商钱庄遇到了同为剑炉弟子的小师弟13郎，这才知道师父四顾剑把2个最重要的弟子派往不同派系，哪边倒了都不怕，只为东一城谋取最大的利益。云之兰无功而返，账册和借据都没有抢到。明清达向长公主求援也没有得到回应，只能好声好气地找招商钱庄谈判。当明清达画押让出明家的30%股份后，范闲这个招商钱庄的幕后老板出现和他摊牌了。夏七飞回归明家时持了1%股份，另几个偏房最近也转投了他，加上这30%后，他手中控制的股份成功赢过明清达，成为了明家的新家主。明家人天生从骨子里都透着自私与淡泊，大难临头各自飞。失势后的明清达根本无法再掀起风浪。另一边，长公主可不知道范闲的银钱来自北齐，怀疑范闲那户部尚书父亲私自挪用了庆国的国库来帮儿子夺标，安排言官上书要求彻查户部亏空。所以庆帝下旨让大学生舒吾和太子总领以监察院为首，同时吏部、刑部和大理寺派员协助，共同查户部亏空之事。户部尚书范建这个范闲名义上的爹，在此次调查中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老狐狸。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经帮太子二皇子长公主一脉平了很多贪污受贿的账，表面上把这些账做得滴水不漏，偏偏又留了一些马脚。当他们仔细的去查账追根究底，结果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查到自己当年的贪污之事。范建人如其名，挖下的这大坑不仅坑了太子二皇子长公主，就连礼部和大理寺都被查出来腐败。最后所有人惊讶地发现，整个朝廷最清白干净的竟然就是范建的户部。还有比这更讽刺的事情吗？这个户部亏空案只得半路终止，否则任由这么查下去，整个朝廷的官员几乎没人能幸免。二皇子和长公主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你要他死。
好了好了，跑慢点，跑慢点，别摔着了啊！别跑了啊！母亲，小范大人到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老身应该出门迎接才是啊。小范大人一个人来的？这江南再乱，明家总是安全的吧？明家誓死守护小范大人。哎，快去叫小范大人。小范大人，小范大人。乖，我今儿没带糖，回头不给你们啊。快下去吧啊。母亲，您这儿还没完事儿呢。啊，再磕2个头就礼成了。大人请坐，我先陪大人聊会儿。这是哪一出啊？啊，过继之力。过继？是啊，他是我的同族，说来也算是我的堂弟呢。今日过继到母亲堂下，从此以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更近了一层。他也算是幸运啊，有小范大人官吏，说出去啊，光宗耀祖啊。请用茶。行了行了，礼成了，别磕了。来，起来吧，来，拿着。哎呀，从今往后，你我就是亲兄弟了。我这个当大哥的，好歹要尽一份心意吧。我呀，年纪大了，没你想的周全。啊，些许小事，若劳烦母亲挂心，我这个家主不白当了吗？你看，母亲都发话了，哎，快拿着吧，孩子们也有。来，孩子们也有啊，快来。去吧。从此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大伯啊！以后我做主，我说了算，听见没有？来，每个人都有。谢谢大伯。啊，谢谢大伯。拿出去买糖吧，啊，去吧。母亲，家事已了，该正事了。你是家主，你决定就是。小范大人，请上座。哎，这既然礼都成了，还跪着干什么啊？今日码头明某答应过小范大人，天黑之前给你一个交代。大人，此人正是那个利欲熏心、私发悬赏令的凶犯。他，凶犯？哎，这不是你刚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吗？动机呢？利欲熏心？八成是投名状吧。大人南下，动了别人的利益，他可能就是一个马前卒。动了明家的利益？明下哪配呀！大人，三大房隶属皇室，我们明家也就是一个帮忙当差的。所谓的公房器械、人员主事，都是由转运司监管。即便是那些商贾买卖，真正的银钱，也都是要上交长公主殿下的。说句难听的，我们明家就是被养的看门的狗，牵狗的链子放在谁的手里，对于我们都一样。您说是不是？狗也会咬人。
野狗才咬人，看门狗讲究的就是忠诚。这样吧，大人，明某今日替明家表个态。大人奉旨南下，名正言顺，明家当全力促成大人收复三大房。家主的话，就是明家的话。好，好，好，这交代有了，立场也稳了，那这人怎么办呢？司发悬赏令，刺杀朝廷命官，死罪。小范大人，明家绝不徇私，就请大人对凶犯明正典刑。你们好歹让孩子先下去啊，这都看着呢。既然是凶犯，又何必要过继呢？他虽死罪，孩子毕竟无辜，过继我门下，他走了之后，这些孩子我都会当亲孙子孙女儿养着，他就不会死不瞑目。母亲宽厚仁慈，我若是他，定会瞑目的。小范大人，请吧。这是凶手，正是。利欲熏心，不错。你认罪了？认罪？认罪可就死了。请大人成全。我偏不成全。死不死的，查清楚再说。这人我带回府衙，仔细调查。哥，能不能让孩子先下去？你安心投案，配合彻查，别担心家里。孩子们我替你照顾，绝无意外。来几个人？押送府衙。小范大人来！原来是畏罪自尽呐！大人，你没事吧？没有溅到您身上血吧？血都让你挡着了，我见什么呀？啊？这要是洗不干净的话，就得扔了，换身新的。哎呀，太浪费了！你看这好好的一桌子菜。哦，大人，那这尸首你还要抬回去吗？这都畏罪自尽了，我要个尸体身上。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把我这个亲弟弟的尸体抬出去安葬，宁某去就回。范大人，大人筹银送灾民回家，叫人钦佩。此等善举，民家绝不能落于人后。待会儿再聊善举吧，这血都没擦干净。诸位乡亲，该说的也都说了。明家行善，刻不容缓。大家都干了吧，干了吧。家主，家主，大家都是自愿投效的乡亲们。是。怎么很多人看起来那么面熟啊？都是为了咱们闵家啊！好，老伯，快请坐，快请坐。是的，辛苦了。明兴达替明家谢过诸位父老乡亲。人无信不立。诸位乡亲，我明家说话是算话的。这碗酒之后，你们的家人就是明家的家人。别的不敢说，只要明家还在，管保他们衣食无忧。乡亲们，往生再见！感谢家主，家主大恩大德。要说的话很多，但吉时已到。诸位，一路走好。
小范大人觉着干净了吧？事儿办得驾轻就熟，家里没少死人吧？大家族，生的多，死的也多，习惯了。人数别弄错了。哎，家主放心，加上您带来那个，正好一个都不差。后续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他们都是自愿的，要不是数量有限，那想死的人多了。毕竟家人一旦被冥府收留，那可就是改了命了，是想都不敢想。赶紧装车，时间不等人。是，马上送到转运寺。作孽呀！动作快一点啊！动作快一点。谢先生，您找我？我没找你啊。哈哈哈，谢先生啊，这个屋啊，要多开窗，勤通风啊。谢先生，坐呀。请。听说范闲来了。啊，是。老太君的意思，非要给他一个交代，说是悬赏令一事如不早日解决，我明家就会有灭门之祸呀。谢先生，不瞒你说，我已经劝过他了。名义上我是家主，可毕竟人微言轻啊。什么事儿都是家母说了算。令堂这话其实也没错。谢先生此言差矣啊！为人处事当光明磊落，岂能手鼠两端呢？我明家既然已经投效了长公主和二殿下，就不能再与范闲多来往。我们是要避嫌的。明家主心里记得这道理就好。时刻未报。先生放心，明家对范闲只是虚与委蛇。以我刚烈的性子，就算是把我们明家斩尽杀绝，我也不会给他好脸子看。倒也不用过于担心，我也给你透个底，2天之后就是范闲的死期。2天？此话何解？长公主登门访客，已然事成。那谁来杀范闲呢？别问太多，等结果就好。明白，明白。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这明家家主实在是太不用心了，
那边刚刚死人，范大人肯定倒胃口，在这儿还是比较亲近些。大人酬银，行善积德，明家尽管困难，也愿捐银20万两，共襄盛举。哦，这江南第一大家也有困难？不瞒大人，明家受长公主所托，代理3大坊货品售卖，常年亏空。哎呀，我们明家呀，也不停地往你垫钱。这3大坊的货物可都是独家垄断，这也能亏钱？垄断？垄断的意思就是独家所有，工艺守密。哦，只是天下奸商太多，价钱不好谈呐。这货源也越来越贵呀，这更何况你们都下去吧。这何况银钱入库，都得在长公主那儿过一手，所以这内库亏空，也是在所难免。老太君的意思是，长公主在其中谋取私利？这话老身可没说哟。明白，你什么都没说，我自己意会。哎呀，幸好大人来了。3大坊终于有了希望。我还以为你们会帮着李云瑞拦我一手，会吗？大人怎么这么说呢？3大坊又不是我们明家的，在谁手里，其实对我们都一样。大人江南之行，最怕夜长梦多。明日我就让清达带大人走一趟转运师，尽快交接。3大坊顺理成章归于大人门下之后，就再无隐忧。说说看，你们想要什么？3大坊在江南，总要有人代理吧？大人，您觉着呢？有意思啊！这生意做的年年赔钱，你们还抢着想接着做？为国效力，岂会在乎个人得失？明家能有今日，绝非侥幸。仰仗国运昌隆，也仰仗大人鸿福。好茶呀，好茶好茶。你怎么还不走？范闲不会等急了？啊？哦，小范大人只是个过场，应付一下即可。再说，有家母在，不会有问题的。啊，谢先生，请用茶呀。这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天都被烧红了，你没看见吗？哎呀，这桥子走水了。小范大人，小范大人，
小潘大人，出大事了！我让人去看了，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内库转运司？正是。三大房库房所有器物，代代工房人员都在转运司呢。不过大人放心，我来通报之前，已经让明家上下尽数前去救火了。家主觉得这火谁放的？不会是人为的吧？毕竟烧了转运司，对谁都没有好处啊。哎呀，幸好我今晚在明家啊，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小潘大人，明家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做出这种事。我知道，当然不可能是明家放的了，毕竟我自己就是人证。不对，也不好说整个明家啊，毕竟家大人多，死的也多。不过最起码老太君和家主肯定是清白的。明某以信义起誓，无论如何也要助大人踏清真相。这火烧的夜都亮了。你说抱月楼不再是青楼了，老师以后开着它还图什么？老师想的比我们远。老师也没说这些女子该如何安排啊？没说，应该是想拿下三大房之后再说吧。昨晚那场火，听说了吧？转运司烧成一片废墟，三大房没了。早不烧晚不烧，偏偏老师来了江南再烧。三大房没了，内库就撑不下去了，这也太巧了。我就不相信，能有这么巧的活。收购门房是啊。哎，还有，那圆梦在江南下落已然查明。接下来不抓吗？老师自有安排。有点高深。大人，我回来了啊！哎呦，这个晦气呀！我在这火场里边啊，转了一圈，这三大房的仓库啊，都烧尽了。什么也没留下，这火灾原因啊，不好查。人呢？都死了，但这尸体数啊，我查了，和三大房的人员数都能对得上，一个都没少。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这尸体啊，我也查了，我觉得啊，这里边有蹊跷。我一共查了2具尸体，这喉咙深处啊都没有烟尘，这说明啊他是死后才烧的。但是呢，我怕打草惊蛇，所以呢就只查了这2具。这火灾啊一定不是什么意外。具体线索有吗？烧得很干净，什么都没留下，没什么线索。你觉得三大房意味着什么？内库，还有无尽的财富。那烧了三大房，对谁有好处？对谁都没好处。所以说这把火，烧的只不过是三大房的名字。您的意思是，这里边另有玄机？老王辛苦，守住后门。这把火要是真有蹊跷，这消息就该快到咱们这儿。我这就去。
范闲回到住处，再无外出，毫无动作。他住哪儿啊？抱月楼。就是京都的青楼。对，京都青楼的江南分号。孩儿从来都没有去过，只是道听途说。看来小范大人正气凛然的，也逃不过酒色财气。我还以为他会大张旗鼓地查这场火呢。这把大火，前前后后烧的是干干净净，就是查，他也无从下手啊。我看他可不好骗。猜疑肯定是会有的，不过于情于理，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点这把火，没有动机，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明家。那不可能，这要是被查到，全族的脑袋都得掉光。那明家也不是傻子呀，师兄。怎么就不可能？才能通神啊，殿下！可这跟点火有什么关系吗，师兄？我执黑子。为什么你执黑子啊，殿下？啊，因为是殿下。那行，拆迁吧。我还是觉得那场火它就是个意外。可我就觉得是明家放的火，明家暗中染指三大房多年，老师奉旨接手，明家必定不愿呀。可老师已经到了江南，这三大房交了还是烧了，他都不属于明家了，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这可是杀头的罪啊！若是库房早就被明家一点点搬空了，是不是就说得通了？老师，我明白了，这场火是明家故意做给世人看的，他们想转移三大房，然后独吞这些财富。哎，人能为财富贪婪至此，还闹出那么多条人命来，他不怕欠过律法的吗？那可是江南名家，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呀？他都不是我把人想的这么坏，殿下，是人为财死，人性就是这样啊！空口无凭，我不信，有这样的事吗？有。殿下有所不知，我就是这样。我的家，石家镇，就是这么被烧没的。府衙送来的报灾文书上说，天干物燥，意外起火，一镇子的人的殿下全死了。他们不会跑吗？然而他们就用意外草草结案了。我不相信，您觉得呢？您觉得是意外，还是人为？对不住啊，师兄，我不知道。抱歉，戳到你痛处了。你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财能通神，也能使人不再被人。谢必安那边怎么样？谢必安那边也没有怀疑。毕竟这些年来，外界一直传闻，我们母子为了家主之位争斗不休。可实际上啊，我们是母慈子孝。长公主也不会想到，此次我们母子联手，布下如此大局。火场可别出纰漏。您放心吧。即便是查，也会把真凶引向李云瑞那边。毕竟啊，大人物的争斗，有谁会把我们这些商贾之流真正放在心上呢？人人都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可又有谁真正的会去看那些蚂蚁呢？再过几日，调度大船。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这几日风声太急，不敢妄动。等一切都结束了，范闲回京，我就调度大船，把库房和工人运出海。小心人祸。买通了2个主事的，他们以为这个大局是李云瑞安排的。工人也都很听话，等一切出了海，就尘埃落定了。哼，看来你是越来越不需要我了，自己全都安排好了。都是母亲教的好，哪有孩儿半点功劳？哎呦，我这腿呀，越来越拐不了弯儿了。哎，看来我就是个废人。母亲何故自称废人呢？来，孩儿背你。你这家主越当越稳了。没有母亲提点，家主只是个虚名。你们觉得江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名家不算。长公主和二殿下，其实也不算。还能是谁？有的时候麻烦可以不是指一个人，而是人性。江南这么多年啊，明家一家独大，其余商贾再无起色。明家是富了，但是各县穷困潦倒的却越来越多。所以应该换掉名家呀。换谁都一样，过几年又是新的名家。我这次南下，听的一句话，没了名家也有别家。三大房就是个聚宝盆，谁守着它，谁就是下一个名家。所以说，三大房姓甚名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本质。什么本质？三大房里边有天下最赚钱的工艺传承，这我知道。玻璃、制糖、织棉、香水，多了去了，样样都是不传之秘。我想放出去。什么放出去？三大房所有不传之秘，我都放出去。放去哪儿啊？放于天下商铺，技术共享。哦，卖出天价，填补库债。是要收费，但不是为了库债。我也没想过要卖天价。所有的工艺分别厘定数目，享用的商家费用1年一交，细水长流，这就叫做知识产权。可这么一来，内库所有独占的秘密就都没有了。可这样一来，天下众生就有了希望。可内库是皇家的呀，天下万民不也是皇家的吗？这说的好像也对啊。我选知识产权这条路呢，就是觉得真正的财富不该是一家一户，也不是什么皇家商铺，而是天下共进，藏富于民。这条路若是走成了，或许能让那些不被重视的性命多少有些分量。老师，这条藏富于民的路，父皇知道吗？先把事儿办成，再回京都交差。老师，我觉得还是先请旨。这种事情先斩后奏，我怕父皇他雷霆之怒。要做成事儿啊，就不能瞻前顾后的。我不看好这条路，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听见，更不会私下上奏告知父皇。多谢。但我真不看好。你呢？我也是。
你也不看好？是。我这条路表面上瞧着损皇家利众生，他是皇家子弟，他不看好是常理。你为何不看好？老师的话，其实我没怎么听懂，但是我相信老师的选择一定是对的。那你还不看好？只是这世上大多时候，对错并不重要。老师的这条路，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我担心这么走下去，终将四面树敌，荆棘密布。这世间常有人说，对错并不重要。但如果对错一直不重要，一直没有人尝试去改变，那三大房的火，史家镇的火，就永远也不会熄灭。老师，这条路我虽不看好，但我愿意陪您走下去，哪怕燃尽此身，亦不言悔。我和师兄一样。你们真的这么想？知道你疯，不知道你这么疯，还带着皇子一起疯。偷听啊！我可不是故意的。老师，学生们先告退了。啊，走吧，我们还没下棋呢。坐吧。怎么说？找我有事啊？过来看看，怕那个云之蓝卷土重来。多谢。不用。按你刚才那条路走下去，要杀你的人恐怕成百上千，一个云之蓝不重要了。所以得麻烦你在江南多住些日子了。以你的身手，除了大宗师，其他九品未必杀得了你。悬空庙被刺之后，我真气炸开经脉，散于体内，时至今日没有恢复，所以我需要你。终于肯承认了？本来也没想真瞒着。你信上可不是这么写的。书信嘛，能看的人太多了，有些话只能当面说。为什么不连我也瞒着？心里过意不去啊。为什么？把你当朋友了。你我一共才见过几面？你别说，人跟人啊，有时候就这么奇妙。有的人认识一辈子，不过点头之交；有的人只见一面就能托付生死。这话你听了别觉得矫情，我这辈子啊，遇到不少人，可能当朋友的寥寥无几，你算是一个。确实矫情。我也这么觉得，以后不说了。所以你要添一道心法，想重修真气。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把那拿来。你要干什么？磨墨。继续磨，别停。你改了什么？师傅做了点手脚。这心法是假的啊？也不全是假的，大部分都是真的，只是动了几处。那我要是照着这个动了手脚的练，会怎么样？也能重修真气，但是到不了九品，搞不好变个白痴什么的。这么歹毒？这苦荷不是说这是我娘给他的吗？对呀。物归原主，他还动手脚？毕竟你是庆国重臣，理解理解。等会儿，这事儿你知道？我当然知道。那你也不提醒我？信任是相互的，你不坦诚，我怎么敢交心？你猜到我真气出问题了？你跟我写信要心法，傻子都能猜到，你肯定是遇见了意外。如果你跟我隐瞒实情，那练成了白痴也是你自找的。这么狠心吗？以你我的身份，朋友二字何其沉重。那你把这个改回来，苦荷那边怎么交代？不用交代，图在外，生命有所不受。多谢。
世上还是好人多。真矫情。笔给我，干嘛？给你画幅画。什么画？之前给你那本《霸道真气》，少给你几幅画，应练啊，容易七窍流血。什么时候，这世上的人才能少些尔虞我诈呀？咱俩共勉，一起努力。大人，您看看谁来了？监察院一处邓子岳见过提司大人。当你这是认识多久了？跟我来这个？来，坐，坐。规矩嘛。哎，秦天兄，哎呀，哎，你这胡子呢？啊，这不是奉大人的命令，到江南调查名家。我觉得暗桩嘛，就应该彻彻底底的改头换面。来，喝水。哎，谢谢秦天兄。还是先说事情。我听大人的吩咐，化妆成灾民到了江南之后，果然就被名家给收拢了。但是他们疑心很重，头1个月就是整日劳作。我估计他们一直在调查我的身份。这1处跟4处一块儿给你做了这身份，不会有什么纰漏吧？确实是。等到第2个月的时候，看的就松多了。我又找到一个机会，展现了一下我记账的才能。他们就开始接纳我了，最终进了3大房。所以说，这3大房他还在？当然呀，大人，名家一早就把3大房仓库以及里面的主事和匠人全都秘密迁到了城外。果然是偷梁换柱，还搭上这么多条人命。大人，您看，这就是仓库现在的方位。大人，属下以为这个名家纵火屠戮百姓，罪大恶极，当一律问罪。名家肯定得办，但不是现在。咱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家，更是江南未来数十年的安定。那大人，属下接下来该如何行事？你离开库房时，有人发现吗？那就连夜回去，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暗桩既然已经埋下了，那就接着隐藏。3大房这出戏，不知将来还有什么变数。属下遵命。秦天兄啊，保护好大人。哎呀，你放心啊，老大，你一定保护好自己啊。走吧，留步。哎，影子后来露过面吗？自从那天跟云芝兰交手之后，就再没见他的踪影。那就不管他。明天，咱俩出城收复3大房。您看，您这个真气没了，对吧？我呢，又只会跑，咱要不然把那朵朵姑娘一起叫上吧？她可不行，人家是北齐圣女。我收复3大房的时候，她若在场，将来有人做文章。老王，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俩。对，那都听大人的。范闲驾马出城，刚刚送来的消息，出城之后前行的方向正是如今3大房库房所在。库房所在，乃是绝密啊！必是走漏了消息。
那他们出城只有2个人？开始是2个。还有骑兵，是监察院的直属黑旗。这谢必安不是说，再过2天范闲必死无疑啊？这2天已经到了。云之南都做不到，还有谁能杀得了范闲？云之南又不是大宗师，大宗师要出手了，否则怎么会需要你云瑞亲自去请呢？4大宗师出手的，不知道是哪一位。影子大人，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着不见我。咱俩的事儿回头再说，现在马上回城。现在可不能回城啊！这眼瞅着就拿下3大房了。叶流云正执剑向苏州城一路行来。苦河远在北齐，自顾剑不愿出手，那就只剩下1位了。叶流云。那叶流云是咱庆国的大宗师啊，怎么会对咱自己人下手呢？悬空庙刺杀，叶家被逐出京都，那也跟我家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是陛下下的令啊。是啊，所以叶流云的报复就针对皇室。大人，要不然咱回城去？这叶流云他不会在闹市之中出手，对吧？再不行啊，咱就乘船离开这江南。大宗师非人力可敌，你眼前的这些人根本挡不住。我要是此时回城，明家就有机会把3大房再次转运。有了这次教训，他们就会把3大房化整为零，散落江南各地。也就是说，要想夺回3大房，只能以快打快。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可谁来挡住叶流云？他多久到？离得倒是远，可凭大宗师赶路的手段，几个时辰就到。我娘的产业，我想夺回来。哎呦，大人，我这月银我真是要少了我。你们这不是寻死吗？站！站！站！
别动！醒醒！你那边。谁？什么人？跟我走！跟上！在哪里？什么人？在哪里？在门口。怎么回事？好，快！别下，快！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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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先别动，放下！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此地乃是明家私产所在，尔等驾马擅入，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有没有王法了？你们？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楚。这是哪儿？我跟你说的很清楚，这是明家的产业。老王，内库转运司罪案。内库转运司三大房甲房主事萧敬是你啊？是我。这是从庆国元年至今你的所有罪行。你这是强加罪名啊！听着吧你。庆国2年3月，萧敬瞒铜山矿难吃死人饷5年，合计13700两。庆国4年7月9日，萧敬行贿苏州主簿，以贱价购得良田700亩。庆国6年正月，以萧敬为首的三大坊主事，并一干私库拖欠工人工钱累计逾万，引发暴动，死14人，伤50余人。你这吃饷行贿或还可商议，致人亡命，就真是罪无可恕了。依庆律，当斩。你无凭无据，怎能定罪你？这是供词和证据，自己看看。若是论罪，也该开堂审案了这。监察院提司本就有论罪行刑之责，人证物证俱在，依法斩杀，无需再审。诸位，谁能再跟我说说，这儿到底是哪儿啊？萧主事死了，监察院正是名不虚传。大人，这里是明家私产。内库转运司三大房乙房主事马雄建是你吧？正是下官。听着啊，任职以来娶12房小妾，其中9房是为强抢民女，更有2房是杀人亲夫、夺人之妻。另有庆国6年暴动一案，马雄建亦与萧敬同谋，数罪并罚，以庆律当斩。大人饶命了！大人饶命了！我不敢了！大人，您饶了我这一回吧！大人，斩！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我人刚到江南，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监察院呢？这儿还有一位姓胡的主簿在哪儿呢？这。
禀房主事胡金林，拜见小范大人。胡主事是吧？你来说说，这是哪儿？问你话呢。回大人，此地便是内库三大房库房，转院司所有物件暂存此处。哦，原来这就是三大房啊！这就是三大房。监察院提司范闲，奉旨交接掌管三大房，范某领旨办事。诸位，可还有什么异议啊？你有异议吗？大人顺应圣意，内库三大房领旨交权。你应该庆幸自己手上没有人命。三大房内可有专门冶炼铁器的器械？有，集中在一个库房。起身带路。好，都给我闪开！闪开！闪开！范闲进了库房，就没再出来。是，门关着，但是可以听到里边有金铁交击，炉火点燃，但是就不明白他在里边做什么。哼，不过也无所谓。即便是收复了三大房，只要叶流云一出手，范闲此次定是死路难逃。你要是没死呢？那可是大宗师啊！你是家主，该注意一点，成败不可寄托他人。范闲如果没死，会是什么结果？明家争夺三大房，那可是抄家灭族的罪。谁说是明家？对，明家也是被骗的，有个别族人心存祸心，只是这么一来，恐怕再找一个过继的，也扛不住这么大的罪名了。你亲兄弟不少啊，那就让你那些亲兄弟们一个一个的去送死啊！莫嫌息怒，我那几个亲兄弟，别说一个一个去死，就是一起死，也是您说了算。可是怕是这样，也扛不住吧？那还不简单？你和我选一个献祭出去。自然是我。孩儿再贪生怕死，那我也是个人呢，怎么能把自己慈悲宽厚的母亲送出去献祭呢？好儿子，还不到选择的时候，要看看范闲能不能活下来。
母亲说的对。不过这一次犯险，怕是死路一条了。